蓝忘机工作以后都没有跟家里人一起住，而是自己在外住公寓。警察局肯定不会透露蓝忘机的住处，蓝家人估计也不会轻易告诉他。但魏无羡更绝，他直接蹲在警察局门口等蓝忘机下班，又打了辆出租车跟了一会，才找到蓝忘机的公寓。于是那天一早，魏无羡便抱着一袋子酒去贿赂蓝警官了。真的是有米不进呐，蓝忘机完全不给他机会，连门都进不了，几年同窗情都白费了吗？枉我以前还觉得他长得帅，哼！魏无羡抱着酒晃晃悠悠下楼，刚走出单元门口，就发觉小区气氛有点不对劲。小区大门口停着2辆救护车，好几个大白在那里拉警戒线。怎么了？魏无羡想趁着警戒线没拉好钻出去。喂，进去！一个保安朝他吼道：“小区出现确诊病例，现在只进不出。”我家又不住这里呀，魏无羡说道。保安瞪大眼睛，凶巴巴道：“进不出。”魏无羡只好抱着袋子往回走，正好遇到几个匆忙赶出来的居民。放你出去买菜了？一个大姐问道。没有啊，魏无羡摇摇头，这是酒。啊，酒才是硬通货。旁边大叔两眼放光，可以分1瓶给我吗？都回家去。几个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吼道。魏无羡正好甩掉大叔，抱着酒又匆匆上楼。砰砰砰砰，一阵急促又很没礼貌的敲门声响起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拉开门往后一站，魏无羡一个没站稳，差点连人带酒又扑倒在地。蓝湛，你家小区被封了。魏无羡扶住鞋柜才勉强稳住，我出不去了，怎么办？蓝忘机眉头紧锁，拿出手机翻看业主群通知，才发现小区真的被封了。是咋啦？有阳性病例吗？魏无羡自来熟一样凑过去看，发现蓝忘机脸色不太好，又赶紧缩回脖子。小区外面有救护车，还拉警戒线，反正他们不让我出去，有2例。蓝忘机低声回答。这可糟了，我这样一时半会也回不去啊。魏无羡拿出手机点开健康码，好家伙，红彤彤的。蓝忘机没理他，拿起手机开始联系警察局。如果蓝湛是警察可以放出去的话，我可以一起出去吗？魏无羡走不了，便不客气地走进客厅，厚着脸皮坐在沙发上。房子装修很简约，魏无羡伸长脖子瞧了瞧，估计这是2居室，宽敞的阳台上都是些健身用品，看来蓝警官在家时锻炼也没有松懈。魏无羡摸出手机查看疫情通报，新增的2例是小区的2户居民，最近出现发热症状，去就诊才发现。社会轨迹倒不复杂，都是开私家车出行，但小区里密接次密接也是一大堆，可能马上就要进行全覆盖核酸了吧？蓝忘机那边如何呢？警察同志能不能出小区呢？可蓝忘机一直在阳台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，魏无羡坐不住，就摸过去准备偷听。对，新案子暂时交给大队长。之前的案子我会继续跟进，有新的线索通过警线专用手机给我报告。好像并不是在想办法出去。魏无羡挠挠耳朵，觉得希望不大，正准备联系一下自己报社时，蓝忘机毫无预兆回头了。偷听被逮个正着，魏无羡尴尬一笑，但又忍不住问：蓝湛，你可以出去吗？蓝忘机摇头说：不行，小区现在风险极高，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病例，即使作为警察也不能随意出去，回单位上班更是想都别想。魏无羡现在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，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被隔离在别人家，虽然对方跟他一样是单身汉，但以蓝忘机的性格和他从前对魏无羡的态度，以及2人最近的纠纷，估计不太想和他一起被隔离吧，毕竟是对方地盘，有些事情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。那我也不能出去喽。魏无羡抬头直视对方，试图从蓝忘机处变不惊的表情中看出点端倪。要是蓝忘机铁面无情把他赶出家门，他只能去楼下住帐篷了。蓝忘机背对着阳台，处在逆光位置，语气听不出有任何情绪。但魏无羡已经没有心思去揣测蓝忘机的心情了，从他的角度看过去，只觉得这人真是怎么看都毫无死角，完美的要命。当个专门追击恶性罪犯的警官真是浪费。不想了，
管他同不同意，反正我就赖在这里了，谁让他扣我车呢？我才不要住帐篷。再说，还不一定有帐篷。要是他敢把我赶出去，我就去老妈告状。兰家人都这么知书达理的，要是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把他赶出门，估计兰老头脸上也挂不住吧。魏无羡抱着双手，忽然有种复仇的快感。那这几天就叨扰你了。听说起码是14天哎，但要是出现新的病例，估计还会往后延期。不过既然我们是老同学，相信你也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哈哈哈！说完，魏无羡厚颜无耻地冲蓝忘机露出一个笑容。蓝忘机无视魏无羡的挑衅，反而淡定走进客厅，我带你去房间。